还说容貌焦虑啊？我觉得这词儿真的过时了。演员的脸是属于角色的。我演中国空军吕萧然的时候，我就得是吕萧然的样子；我演风中有朵雨做云那么一个可怕的女人的时候，我就得是她的样子。对同一结到了。有时候太漂亮，对于演员来说，可能它不是件好事儿。难道你总要演漂亮的人吗？你要演生活中真实的人啊！2000年开始拍戏，拍到现在拍了24年戏，靠你有创作的能力，靠你有成就一个角色和成就一个作品的能力，我们才选择了站在这里。白医生，放弃胚胎，放下过去，你能做到吗？白慧这个角色，是我好像在我身边看到过很多我女性朋友那种真实的样子。今天的官司你最好能赢，要不然你就是个失败透顶的混蛋。一般你只对你做对的事情有印象。这是我跟肖央老师第一次合作。婚姻中男性跟女性的差异性，在我们这一对上是尤为明显的去展现。可能男性在婚姻中，他有些时候就是像个儿子一样。白慧在婚姻中，你就觉得她更像一个母亲。我干嘛只会这样？我就只会这样。我们自愿离婚，为什么要等30天？这有规定。他经历了人间最悲痛的一个东西，他如何从这个遗憾里面走出去？我最开始看到剧本，包括跟导演、跟我们摄影老师去聊的时候，我说我非常希望在影像当中的前半部分，大家看不太到白慧这个人，甚至在开始的一些他们到医院来闹，他一直是默默的，好像你觉得这个人飘来飘去的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，然后极致的东西在他的身上呈现出来，直到他情绪发泄那场戏的时候，他们不答应啊。我说那个东西一定要电到观众，让观众一下子能够感受到白慧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。对不起啊，我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吴越姐就说：“她说小花，你真的要感谢摄影师，摄影他跟着我一起在表演。白慧的呼吸状态的崩溃，摄影师是完全跟我共情的。包括我那场戏穿的衣服，我们的吴理洛老师在那件内衣的选择上选择了好多天，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妈妈内衣。虽然小孩已经不在了，他也不需要再去喂奶，就是他对于妈妈的身份，他没有翻篇儿，他没有放下这个痛。”我很少看我自己的戏哭啊，但我那天看到那场戏的时候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但在影片最终，我们不是在歌颂痛苦，我们是讲我们怎么去穿过它，经过它之后如何选择去生活。离婚快乐。像我们的主题曲最后一句是：哪怕我们那么傻，知道答案，但是我们却依然去相爱。离婚，也不代表会后悔结婚啊。最后那一刻的时候，他笑了，他跟自己和解了。经历过伤痛又怎么样，对吧？人生不是还长着吗？最喜欢放学和下班。有个影迷给我留言说：“小花戏里都是苦命人，生活中是个快乐小狗。”总结的特别对。我生活中是个心大的人，就是对痛苦的感知不是那么的敏感，好像我谈恋爱分手都没那么痛苦过。我对快乐的感知特别敏感。一个演员真的要好好生活，该跟朋友出去喝就喝，该交电卡就交电卡，该去菜市场买菜就买菜，多离人近一点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风中有一场戏，我俩刚拍完结婚照，出门我摔了一个狗啃屎。我好多年前看过一个非常地方台的一个那种当地节目，新娘子在婚礼现场喝大，穿着一个大蓬蓬裙就摔过去了，摔得仰面拔叉，就里面短裤都露出来那种。我当时就笑，我说哪有人在自己会喝成这样的？拍那场戏之前，我啪就想到那个了，放在林慧身上非常合适，因为她是怀着别人的孩子跟这个人结婚，她心里非常局促。结婚那天摔一大马趴也是个不好的预示。后来导演也保留了，其实就源自于生活的积累。就像运动员打球，我喜欢看乒乓球，我就听他们采访说，等你看到球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它是日积月累的肌肉记忆，多演，形成了甚至肌肉记忆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某些瞬间那个灵感啪就出来了。本市著名企業家姜子成喺上映啊之前呢都會去看，會看幾遍，復盤所有的東西。現場當時是怎麼樣，剪輯、音樂，我如此的知道我非常熱愛我的表演的這件事兒，所以就還是得不停的學習。我老說，我說演員是一輩子的事兒嘛。毫不客氣的說，我覺得我最好的時候還沒到呢，對，我還在期待。